玉凤，今年3月28号，缅甸强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惊心动魄画面，这个是泰国的审计大楼，有没有？啪，直接倒下来。现在大家都在究责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陆续抓了非常多人，其中一个关键是什么？你的建材一定有出问题，建材来自于哪里？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公司。好，现在继续追查的过程当中，泰国最近又有一间工厂有倒塌哦，它的外墙倒塌，没想到看那个钢筋，泰国人那种恐怖回忆又回来了。就是当初审计大楼用的那一个公司的钢筋啊！好，在3、6月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缅甸地震，结果没想到呢，一路传，曼谷那么多的大楼都没事，就你审计部整个叭，而且那个倒塌的画面，我们到底再看一次。它最惊人的是，它是垂直崩落。如果呢这边摇晃的地震，然后呢左摇右晃的话，那还有话可说。你看它是垂直崩落，事情还没有查完哦，你知道吗？在泰国这边又有一个工厂，结果它工厂的时候也是整个在施工过程当中就这样子剥落下来。很多人在想说，奇怪，你这种钢筋水泥的东西，难道会比以前的红砖墙更软更弱吗？结果呢，现场有人去看了，这哪是剥落，这等于是一整面都倒下来了。对啊，这像不像豆腐渣？吓死人了！像是把它粘上去之后呢，结果叭一下，整个就一片，好像沙龙 pass 一样全垮了。被拉下来之后呢，很多的公家单位就赶快去看了。工业部长直接去拿出来了这一个钢条来，他告诉大家这是上面写的 SKY， 那就是谁的？新科源钢业有限公司的。而这两个事情来讲的话，这个审计大楼就是新科源的钢筋，而这个倒闭整个崩坏的工厂也是新科源的，所以你看到上面写的有没有 SKY？ 可是呢，你有看过这么软烂的一个钢筋水泥条吗？它竟然是已经出现 S 型了。所以呢，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大家就想说，怎么又是你新科源？那除了这个新科源之外的话，上一次的事情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美感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为什么新科源它的东西会那么的有问题？那就是说，有人去查了一下。你新科源从巴拿马、加拿大订购了废铁，你可不可以从废铁里面来提炼？可以。如果你技术够好的话，你是可以来提炼的。如果你今天为了省钱的话，你进的废铁，你知道吗？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杂质，而这个杂质你没有处理好之后呢，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的刚度不够，你的脆度会变大。那这两件事会造成什么状况？当你盖下去的时候，承重力过大的时候，倒了。就像这种。它就会整片叭的就拉出来了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废铁里面的话，比如说有铜、有氮这些东西来讲的话，你要有效去除，你没有办法有效去除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让它重新把它的废物利用做成一个好的钢筋。所以今天泰国人看到这件事情，难怪这么生气。对，第一个倒了也是你们，第二个工厂倒也是你，看到那个 S 型等于什么？你把我泰国人民当成白老鼠在赚钱吗？对，所以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大家是受不了的。你看这2张画面，你觉得他们是要把废铁拿来，然后呢重新的演练，然后最后呢把好东西给拉出来，做成优质的钢筋吗？看起来不像吧？看起来像不像在台湾以前看过台霸顶？反正呢这些东西来，然后拉，到最后弄一条一条。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，如果只要上墙之后呢，你这个 concrete 把水泥弄下去的话，你看得出来吗？你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好，那从这个大楼里面，你就会觉得说，这个东西是不是太多猫腻？我刚才讲到新科源，然后呢又有一个中国建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就是负责做审计大楼的，对，而这个人已经被泰国警方给抓了。为什么要抓了？他们发现说，其实这个东西来讲，中铁石局泰国分公司，它来有57%的股权是给谁？是给泰国人。然后呢，其余的49%股权，这个人叫张传令，都是给他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就符合泰国的法规哦。泰国的公司有51%，然后张传令有49%嘛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结果现在查出来说，这51%。恐怕也是他的哈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有跟泰国的这地方合作，我跟泰国的人头合作，我去买了人头，然后呢，我买了人头之后呢，成立公司之后呢，就说，哎呀，泰方只有51%，所以呢，这些施工的品质，泰方的股东会严加审看。问题是，那51%其实就是你的人头的，所以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51%也是你的，49%也是你的。而在做这个时候的话，泰国法院发出了17个人逮捕令，其中有1个人的身份曝光了，这个是泰国的建筑业大亨。问题是，他也不是很正派的一个人士啊，过去持有枪支啊。
然后呢协助偷猎保护动物等名，被判监禁16个月。而这个东西弄下去之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案未案一直在报下来，甚至有一个人工程师宋杰。因为他的名字在这个整个工程本上面是有他的名字，结果呢，宋杰说我要跟警方坦白，但是呢，这个事情我是无辜的。他就说呢，2022年的时候呢，请他监督这个项目，可是呢，他当时没有明确的拒绝，但也没有真正的参与监督，文件中就直接把他列为项目主管。哇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从他就是那个被利用的人头吗？他就是从2020年被写在监督主管的名字上面，到2025年直接要倒塌了，他才知道说原来他就是冤大头，我被冒用了，对他被冒用了他的名字，而这样来讲的话，恐怕是要他来担这个责任，所以这个整个案子看下来的话，你都觉得这些企业真的是很没有天良，把这些东西当成是赚钱的一个工具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一次习近平出访有没有去越南？有去越南，去柬埔寨，甚至呢也飞到了马来西亚去。但是呢，隔壁的泰国有没有去？泰国没有去，因为除了这个大楼之外的话，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更大的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啊。原本泰国政府呢是请中方帮他们做潜舰，而这个潜舰的价值多少呢？2017年签的是135亿泰铢，大概乘以0.9，折合台币是129亿新台币。你要把这个潜舰给造出来，泰国认为说这个技术含量恐怕不足，所以泰国就拒绝了。因此这一次来讲的话，习近平就会发现他没有去泰国，因为去泰国的话，不可控的因素恐怕太大。瑞德，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，中国真的是被每一个国家给讨厌。为什么？你说要“一带一路”输出做什么？都在骗我啊！你给我那么烂的东西。好，那现在是什么？中国最常干的是什么？我很常去，譬如说去菲律宾，或者是到其他的国家，我去闹一下。今天也闹到我们这边来了。你看到这个人他竟然开橡皮艇来，山东凯歌，还有什么有妈祖啦、玉皇大帝啊，让他来，还真的把5星旗插到我们台湾上啦。对，没错。那么中国网红他为了要冲流量，所以呢，什么事都敢干。那么他这次呢，当然这是一个借口，故意放2个神像，说玉皇大帝跟他托梦啦，说妈祖跟他2个神像要到这个台湾来，然后呢，他故意呢，听说他自己讲说他准备了4桶油然后直接橡皮艇呢，巴拉9个小时就直接从福州然后登陆台湾，他的影带。各位有没有看到后面的那个风力发电的那个电扇，对不对？然后紧接而来呢，他故意把这个5星旗插在那个地方然后呢，才录了这个他总共公布了2段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影带等等也就小掰了。你看嘛，我直接从中国就直接搭这个橡皮艇过来了然后呢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而且我怎么样？我长驱直入。对，没错。最后的结果。高兴没有几个小时，最后的结果这段影带不见了，删了以后，大家都问，为什么删了你为什么要删掉他后来又讲了一段说，叔叔说我爱国的方式不对各位，在他们的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呢，叔叔代表的是什么？代表的是公安，是警察，所以中国的公安跟警察找上门来了。我告诉各位，他后来蛮惨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本来是故意你要知道，在中国为了要凸显反正就要凸显说我要这个等于说520之前我要来台湾啦，我要这个什么统一啦。他本来是要拍马屁，外加想说千万亿万的小粉红一定会支持他嘛。他没有想到一件事，少我问你，如果他可以直接从福州3.3公尺的这个的说橡皮艇直接过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如入无人之境登陆台湾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回去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假插的吗？他被人家出来整个中国对不对？整个中国它的港口旁边，它的沙滩旁边，它的海防旁边，不是一样形同虚设吗？他在笑台湾的海防之前，先笑到自己中国嘛。对不对？你进出你的如入无人之境嘛。但问题是，那你中国不是一样可以很好渗透吗？那所以呢，马上就卡掉。而且到今天最新的发展是，他连之前其他的影带贴文都砍掉，然后呢，小粉红的留言也砍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调查他的，很简单嘛。所以呢，他本来要表达说哇，我多厉害，我多爱国然后呢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他本来是表达这个。所以这个网红出大事了。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他本来想拍马屁，对不对这个出发点在中国是对的，但他忘了一件事，你的拍马屁。
必须在社会主义习思想可以掌控之下，共产党可以掌控之下，你不可以踩着他就冲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相信他绝对没有想到，说为什么我这样做？那为什么要找上门来？为什么又把我删除？然后为什么现在全部删光光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懂。你不可以在中国共产党失控、没有办法掌控的情况，你这样做嘛？那不是最近这几天不是又有一对这个父子吗？对，也是一样橡皮艇嘛。对，也是这样啊，就直接过来嘛。过来以后，爸爸带着儿子过来，爸爸就带着儿子，然后去派出所自首啊。说从桃园观音上来以后自首说我要投奔自由啊，我要干嘛啊？少来这一套啊？为什么？不过这个重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？值得注意的是这2起案件，对不对？海巡署都不知道，对，都不知道，查不出来哦。当然，海巡署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啊，包括现在4100亿的这个相关预算要编，尤其是以西部为主的这些所谓我跟你讲坦白的啦，热显像，因为我以前是特战部队的，我告诉你啦，橡皮艇啊，你要靠雷达要查出来很困难。但问题来了，你不能跟我讲很困难，所以就算了，就任由他们上来嘛。所以呢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去渗透试探。我们已经来了多少件了？包括在金门，包括直接从平潭这样过来，因为平潭过来最快嘛，直线最快，直接都是橡皮艇。他们不约而同都是用橡皮艇，一而再，再而三这样过来。那我问你啊，这些来试探的说要投奔自由的说要干嘛？通常我们就收押以后判刑服刑完毕以后把你驱逐出境啊，赶回中国去嘛。对。但问题来了，他借由这样的一个试探。他就知道我们的海防、我们的雷达哪里是我们的弱点，他马上就会知道。事实上，如果各位去过这个我们的海岸线的话，你可以发现，我们的东区的海岸线，对不对？其实比西部的海岸线还要严格，因为所有的机动雷达站晚上全部都会出去。但在西部的话呢，反而没有那么多，因为西部太复杂太多了，所以呢，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来测试，尤其在520之前啊。我们必须要很小心，你知道吗？稍微我告诉你，过去不是说有大圈仔吗？对，大圈仔来台湾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一次一个绑架案，警方攻坚进去吓了一大跳，2个大圈仔在睡觉，然后另外一个在上厕所。如果他们不是在睡觉上厕所，你知道会怎样吗？台湾的警察死伤会非常的惨。他们有 M16步枪，有各式各样的那个自动步枪，他们不是他们带来的。是因为他们是大圈仔，他们是武警退役出身，所以呢，这些犯罪集团把他们请到台湾来，偷渡到台湾来了以后呢，然后呢绑架，请他们负责看这些所谓的相关的肉票。万一有台湾警察要攻坚，他们认为他们敢跟他开枪嘛？后来兵不血刃把他们抓起来以后，那他们从哪里来？他们从金山还记不记得有个蜡烛台啊？他们偷渡了以后。躲在蜡烛台，紧接而来，再偷渡上来，直接上岸，然后呢，上岸有人接他了以后，他们拿到了大批的枪械。过去是这样玩的、啊，过去这趟啊源源不断，这趟啊这样源源不断，两边海峡两岸这样子在偷渡嘛。而现在我们必须要注意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干，现在海巡署要靠的是那么热显像相关的热显像仪嘛，可以知道说哪里有热点的，马上就可以知道，尤其是晚上嘛。可是，在还没有建构这些所谓西部热显像之前啊，我问大家，他们源源不断这样上来的人可能是平民老百姓伪装的，但也可能是特战部队执行斩首任务的。如果是解放军怎么办？当然，如果是解放军，那么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相关的橡皮艇上来，那我问你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